今天我们要揭晓最新10大高血糖食物黑名单。很多人以为只要不吃甜食就安全，但事实上，不少日常常见的食物会让你的血糖像云霄飞车一样狂飙。医生甚至警告，有些东西比直接喝糖水还毒。而排名第一的，竟然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。现在就让我们一步步揭晓，看看哪些食物榜上有名，它们为什么如此可怕。在开始倒数之前，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个观念：升糖指数 GI 值越高，代表食物让血糖上升的速度越快。一般把 GI 超过70算作高 GI 食物，有些食物本身不一定含糖很多，但如果精致程度高，消化快，一样会让血糖飙升。明白这点后，你就会更惊讶于接下来榜单中的许多隐形糖分杀手。第10名是白吐司、白馒头、白米粉、泡面这类精致谷物主食。你可能很意外，白面包和泡面不是含大量淀粉吗？怎么只排在第10名？别误会，它们的确会让血糖上升很快，只是相比后面即将出现的更可怕地雷，白面包和泡面还算不上最坏的那几个。白面包的升糖指数通常在70以上。一片松软的白吐司入口即化，它几乎不含膳食纤维，消化速度非常快。葡萄糖迅速释放到血液里，让血糖直线上升。吃过白面包当早餐的人可能都有体验，没多久就又饿了。那是因为血糖飙高后又快速掉下来，反而刺激食欲，让你一不小心热量超标。再说泡面，虽然是咸的，但主要成分是精致白面粉。在油炸、干燥成方便面饼的过程中，面体变得特别松脆易煮，泡上热水3分钟就能吃，这意味着它非常易消化。油炸过的泡面含约70%的淀粉，加上本身含油，高温油炸还可能产生对健康不利的氧化物质。很多人喜欢把泡面煮得软烂，但营养科医师曾警告，淀粉类食物煮得太烂，升糖速度会像喝糖水一样快。如果泡面煮成烂糊状，那几乎等同于1碗高糖汤。所以煮泡面最好不要超过3分钟，保持一点 Q 度反而比较健康。泡面调味包的盐分和油脂也很多，经常食用不仅血糖容易波动，还可能引发高血压、心血管问题。总之，白面包、白面条、泡面这些精致淀粉虽然方便美味，但对血糖的影响不容小觑。在我们的排行榜中，它们仅列第10，并不是因为无害，而是因为还有更可怕的东西在前方。第9名是各种甜点、糕饼、酥脆饼干等高油高糖的点心。很多人嘴上说忌口甜食，却难敌蛋糕饼干的诱惑。这类精致甜点对血糖的打击可是双重的，它们含有大量精致糖和精致面粉，升糖速度极快，同时还富含奶油、人造奶油等脂肪，热量惊人。过多的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还会让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，长期吃等于在破坏控制血糖的能力。想象一下，下午茶时间来块千层酥，几片曲奇饼干，看似分量不大，实际上糖分和热量密度极高。一小片牛油曲奇可能就含好几茶匙的糖。更糟的是，因为美味酥香，不知不觉又多吃了几块。吃进大量甜点后，血糖飙升，胰岛素被刺激大量分泌，
随后血糖迅速下降，可能很快又觉得饿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尤其糖尿病患者吃这些甜点，血糖震荡幅度大，对血管的伤害也更大。不少糕点、饼干还含有人造奶油、植物起酥油、奶精等，以增加口感，延长保存期限。但这些反式脂肪对胰岛素阻抗影响深远，等于雪上加霜。总而言之，蛋糕酥饼固然疗愈味蕾，却是标准的高血糖地雷，应该节制少吃。即使真的嘴馋，也最好搭配茶饮或坚果，放慢食用速度，减缓血糖冲击。第8名是油炸食物，特别是那些外面裹了一层淀粉粉浆的香酥炸物，比如咸酥鸡、炸鸡排、天妇罗、塔仔煎、炸薯条、甜甜圈等。或许你会想，炸的东西不是脂肪多吗？怎么也会让血糖升高很快？正因为这些食物外面裹了一层淀粉去油炸，情况变得不一样了。举个例子，马铃薯本身 GI 值中等，但切条裹粉去炸，薯条瞬间变成高 GI。甜甜圈更不用说，它就是油锅里炸出的甜面包，淀粉加糖再加高油脂，对血糖的破坏力极强。油炸裹粉食物有2大问题：高温油炸使得淀粉更松脆易消化，淀粉在胃肠道迅速分解吸收，葡萄糖大量涌入血液。油炸使食物脂肪含量骤增，热量爆表。高脂本身虽然不直接升高血糖，却会提高胰岛素阻抗，长期下来让血糖更难控制。有研究发现，长期常吃油炸食物的人，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很少吃油炸的人高出3-4成以上。可见这类食物对代谢健康的威胁。有些人觉得炸物是咸的，跟甜食无关，但别忘了，淀粉在体内分解后就是葡萄糖。裹粉炸的方式让这些食物毫不逊色于含糖饮料。试想一份香酥可口的咸酥鸡，炸鸡排外皮那层粉裹着油脂，吃下肚后血糖飙升程度恐怕不输一瓶可乐。因此，无论是为了血糖还是心血管健康，这些酥脆的油炸点心还是少吃为妙。第7名是一类口感软烂、过度精细处理的主食，代表成员有白米粥、稀饭、米糊、麦片、地瓜泥、马铃薯泥等。这些食物有个共同点，非常容易咀嚼和消化，入口几乎不用费力。正是因为消化太容易，所以升糖速度反而特别快。拿白粥来说，很多长辈或病人喜欢喝粥，认为清淡好消化。但一碗看似无味的白米粥，其升糖速度绝不清淡。白米熬成粥后，淀粉颗粒完全糊化，等于提前把米饭消化了一半，身体吸收起来毫不费劲。糖尿病人空腹喝一碗白粥，血糖往往在短时间内猛飙。有人甚至形容喝白粥等于喝糖水。有研究比较过，同样是150克的白米，煮成饭和熬成粥的效果差很多。白米饭的 GI 值约82左右，而长时间熬煮成白米粥后， GI 值可升高到接近100。也就是说，一碗稀饭让血糖上升的速度几乎追上葡萄糖溶液。难怪营养师常提醒糖友，如果要喝粥，一定得搭配富含纤维和蛋白质的食物一起吃，比如配青菜、豆腐、蛋，否则血糖冲击太大。除了白粥，婴儿吃的米糊，
老人爱喝的麦片冲泡饮也有类似问题。即食麦片为了方便冲泡，预先经过高温蒸煮，鸦片纤维被破坏，淀粉充分糊化，GI 值比完整燕麦高出许多。一碗即冲麦片可能含有不少糖分，一下度血糖直线上升。马铃薯泥也是经典案例，完整煮熟的马铃薯 GI 约60多，但打成绵密土豆泥后 GI 飙到87，几乎跟白米饭一样高。因为捣成泥的过程中，块状食物变成泥状，细胞壁破裂，淀粉颗粒全面暴露，消化酶可以快速将其分解成葡萄糖，造成血糖飙升。由此可见，食物的形态和软烂程度对升糖速度影响很大。越完整、越需要咀嚼的食物，升糖通常越慢。反之，熬得烂烂的、磨成粉的食物，哪怕本身不加糖，也可能让血糖飙得很快。所以糖友在料理食物时，尽量不要把所有东西都煮得过烂，保持一些颗粒，口感反而更能稳定血糖。第6名是水果。水果富含维生素和纤维，适量吃对一般人有益，但有些水果含糖量不容小觑，对于血糖控制不佳的人可能就是陷阱。葡萄、荔枝、榴莲这类水果尝起来甜滋滋，那糖分当然高，但就连一些味道不那么甜的水果，也可能是隐形的高糖分供应者。比如火龙果，吃起来清淡不太甜，但其中碳水含量约13%，其实比很多甜度高的水果还高。山楂、红果或梅子吃起来酸酸的，可它们的碳水浓度可能高达20%以上。很多人被酸味误导，以为不甜就没糖，结果摄入大量果糖而不自知。所以糖尿病患者或需要控糖的人，选水果不能只靠舌头感觉甜不甜，要了解水果的实际含糖量和 GI 值，建议优先选择 GI 低且含糖量低的双低水果，如芭乐、樱桃、奇异果、莓果类。而西瓜、凤梨、熟透的香蕉这类 GI 偏高的水果，每次就要少量摄取。果汁是更大的地雷，把水果榨成果汁后，纤维几乎被去掉，糖分瞬间变得浓缩而容易吸收。一杯500毫升的纯水果汁可能需要好几颗水果榨成，含糖量动辄超过30克。因为是液体，糖分几乎不需消化就直接吸收，导致血糖猛冲。很多人以为鲜榨果汁很健康，但对血糖而言，它跟含糖饮料没有太大区别。因此糖友最好直接吃完整水果替代果汁，每次吃水果别超过1小碗，大约100克左右，才能既摄取营养又不至于血糖失控。如果真的想喝果汁，记得一口口慢喝，不要空腹灌下一大杯，才能减缓糖分吸收速度。还要小心干燥水果，像葡萄干、凤梨干、红枣干这些水果干，水分去除后，糖分变得极度浓缩，体积小，一把可能就含有相当于2-3份水果的碳水化合物。一把葡萄干约30克，就含将近30克的碳水。市售的蜜饯水果干通常还额外添加糖或蜂蜜来增甜防腐，含糖量更是高上加高。吃起来酸甜可口的梅蜜饯，实际含糖动辄50%以上。更危险的是，水果干分量小，很容易一口接一口吃过量，不知不觉糖分摄取爆表。曾有糖尿病患疑惑，自己明明不吃蛋糕饮料，怎么血糖还居高不下？
结果发现每天看电视时当零食磕几把葡萄干，蜜饯，难怪血糖飙升。总之，水果要适量挑种类，果汁和水果干则能免则免，否则水果就会从健康食品变成让血糖震荡的可怕推手。第5名是一类容易被忽略的对象，各种隐藏大量糖分的咸食。很多人认为只有甜食才有糖，但其实不少酱料、汤品、卤味里都加了大量糖。比如你喜欢的卤肉汁或红烧酱，在烹煮肉类时往往放入冰糖、砂糖增色提味。一锅卤肉可能放上好几大匙冰糖，肉吃起来不甜，但糖早已溶在汤汁里，进到你肚子里。再如日式照烧酱，甜酱油膏，甜甜咸咸，非常下饭，靠的就是高糖分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一大匙照烧酱大约等于3颗方糖的含量，那些浓郁的酱汁往往至少含1-2茶匙糖。难怪有人说，吃卤肉饭时肥肉和糖才是热量大宗，白饭都只是配角。对糖尿病患者来说，这种隐藏的糖更危险，因为它没有甜味警告，吃了也不知道，血糖在默默飙升。除了家常料理，加工食品更是重灾区。很多腌制食品、罐头、汤汁、沙拉酱等，为了调味加入了不少糖和淀粉，比如罐装的玉米浓汤、番茄汤常含有麦芽糊精、增稠剂，本质是高 GI 碳水。沙拉酱甚至有甜味的，比如日式沙拉酱偏甜，其中糖含量一点不低。再说番茄酱，很多人喜欢挤一堆番茄酱配薯条、热狗，但要知道，番茄酱大约有1/4是糖。没错，每100克番茄酱含糖约20克以上。有人戏称番茄酱其实是番茄味的糖浆。还有早餐店常见的花生酱、巧克力酱，都添加了大量砂糖调味。总之，很多你吃起来咸香或酸酸的食品，其实暗藏甜蜜的杀机。长期大量食用这些高糖酱料和加工品，血糖容易失控。医生提醒糖友，买酱料、罐头时多留意配料表中糖的位置和含量。自己下厨也可用天然香料或代糖来部分替代糖的用量。烹调时可养成先尝味道再酌量加糖的习惯，减少不必要的糖摄取。千万别以为咸的就没糖，有时候正是这种错觉让我们一天吃进去的隐形糖分远超一杯奶茶。第4名是很多成年朋友喜欢的啤酒。冰凉的啤酒其实是血糖的劲敌之一。别看啤酒喝起来苦涩不甜，但它的主要成分麦芽糖会在体内迅速转化为葡萄糖。啤酒的升糖指数相当高，某些啤酒的 GI 甚至比纯葡萄糖还要高。也就是说，比起喝同等量的糖水，有些啤酒引起血糖上升更猛烈。许多糖友以为不碰甜饮改喝啤酒就没事儿，这可是大错特错。喝下一大杯啤酒后，血糖可能立刻飙到比喝可乐还高。更棘手的是，酒精对血糖的影响复杂。酒精本身也刺激胰岛素分泌，使血糖先升后降。酒精还会干扰肝脏释放葡萄糖的机能，可能导致延迟性的低血糖发作。对糖尿病患者来说，饮酒后血糖如同坐云霄飞车，控制难度大增。因此，医生常建议控糖人士尽量避免含酒精的饮品，尤其空腹时更危险。除了啤酒、甜味鸡尾酒、含糖米酒、调饮香槟甚至葡萄酒，如果大量饮用，一样会摄入不少糖分和碳水。
以啤酒为例，一杯500毫升的啤酒约含13克碳水化合物，相当于小半碗饭的淀粉量，而且吸收速度更快。更不用说有些人喝啤酒爱配下韭菜，常见的花生米、薯片、烤串也都是高热量，这对血糖更不友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啤酒肚并非虚名，经常喝啤酒的人容易热量过剩导致肥胖，腹部脂肪堆积又会进一步加剧胰岛素阻抗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总之，啤酒等含酒精饮料看似爽快，其实对血糖控制极为不利。想要预防血糖飙升和代谢问题，还是少碰酒精，特别是高糖调酒和大量啤酒更应敬而远之。现在进入前3名，第3名比较特别，它本身不含糖，但却会从根本上破坏你的控糖能力，它就是反式脂肪。反式脂肪常见于氢化植物油制成的产品，比如人造奶油、植物性奶精，还有部分烘焙食品、酥炸食品。想到甜甜圈、酥皮点心，那些酥酥脆脆的口感，往往离不开反式脂肪。为什么反式脂肪会和高血糖扯上关系？原因在于反式脂肪会提高胰岛素阻抗，简单说就是让胰岛素变得不灵光，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变差，血糖就更难降下来。长期摄取反式脂肪会增加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。有研究指出，每天摄取热量中仅有2%来自反式脂肪，就能让罹患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几率大幅提升。反式脂肪还会引发慢性发炎反应，可谓对身体百害而无一利。由于证据确凿，许多国家近年已经禁止食品中使用人工反式脂肪。美国在2018年正式禁用部分氢化油，台湾也规定市售产品的反式脂肪需低于一定含量。但即便如此，某些奶精粉、咖啡伴侣以及进口的酥饼、零食中仍可能含有反式脂肪。糖尿病患者特别需要小心这些东西。举例来说，很多人喜欢每天早上喝杯3合1即溶咖啡，其香浓的秘密之一正是添加了植物奶精。奶精多半含反式脂肪，一杯3合1咖啡不甜，你以为没关系，但奶精反式脂肪在暗中搞破坏，久而久之让你的血糖越来越难控制。同样的，用人造奶油制作的酥皮蛋糕、千层酥点，或经常用回锅油高温煎炸出的街头小吃，反复油炸导致油脂部分氢化，都充满反式脂肪的陷阱。也许短期内它不会像糖那样让血糖马上升高，但是长期吃会让你的基础血糖值居高不下，因为身体细胞变得越来越不听胰岛素的使唤。所以我们把反式脂肪列为第3号高血糖克星，提醒大家务必要远离反式脂肪。选购食品时多看看营养标识，避免含有氢化或部分氢化植物油的产品。如果想让咖啡香滑，不妨用少量鲜奶取代奶精，把反式脂肪踢出你的餐桌，才能替血糖控制扫清一个重大障碍。终于来到第2名了，相信许多人已猜到，含糖饮料绝对榜上有名，而且位居前列。各种加糖的饮料，如汽水、可乐、手摇珍珠奶茶、果汁茶饮，都是名副其实的液体糖水，对血糖的杀伤力一点也不输甜点。医生们经常把含糖饮料视为头号公敌之一。为什么饮料特别糟糕？因为液态的糖分吸收速度极快，
一般的淀粉食物还需要先消化成葡萄糖，但饮料中的蔗糖、果葡糖浆等已经是单糖或双糖形式，不需要太多分解，几乎入口经肠胃就直接进入血液。可以说，喝下一杯含糖饮料等于直接往血管里倒糖。举个具体例子，一罐典型的可乐大约含有35克糖，相当于将近7颗方糖溶解在那一罐汽水中。如果是流行的手摇饮珍珠奶茶，因为杯子更大，还加了糖浆，蜜汁含糖量更是惊人。一杯700毫升的全糖珍珠奶茶，含糖量可能超过60克，相当于12克方糖。想象一下，让你一次啃下10几克方糖，是不是很疯狂？可是很多年轻人天天一杯含糖手摇饮，糖就这样喝进去了。难怪有医生警告说，含糖饮料简直是在轰炸我们的胰岛。青少年常喝含糖饮料，容易诱发隐形高血糖，空腹血糖正常，但饭后血糖飙高，久而久之演变成糖尿病。对糖尿病患者而言，更应该敬而远之。喝下一杯奶茶或可乐，血糖陡升的幅度比吃同等碳水的固体食物还猛烈，因为消化吸收太快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些饮料号称无糖，但其实暗藏玄机。市面上的无糖红茶、无糖绿茶是真正不含糖，但一些标榜无糖的奶茶、拿铁、咖啡其茶底或咖啡本身很苦，商家可能默默加了糖浆调味。之前有调查发现，几款知名连锁的无糖拿铁检出每杯仍含有15到25克左右的糖，所以不要被无糖2字轻易迷惑，特别是像奶茶这种本身有奶精、粉圆等配料的饮品，即使不另外加糖，也自带不少碳水化合物。总之，含糖饮料对血糖的危害是全方位的，高 GI、高热量，缺乏营养，一点饱足感也没有。喝下一杯含糖饮料，不但不能解饿，反而更易饥饿和口渴，因为血糖大起大落，让身体状态混乱。排名第2。实至名归，想控制血糖的人，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用白开水、无糖茶、黑咖啡等取代含糖饮料。如果真的偶尔想喝口甜的，选择无糖版本或减糖少冰小杯量，都是降低伤害的方式。切记，饮料的甜是短暂快乐，但其中暗藏的高糖威力却可能令你长期受苦。终于揭晓冠军第1名了，它就是糯米以及各种糯米制品。许多人一听更惊讶了，糯米饭、糯米做的菜不是很常见的家常食物吗？没错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第1名竟是家庭餐桌常客。糯米表面看和普通大米差不多，但它的内在大有文章。糯米之所以黏糊好吃，是因为它几乎100%都是支链淀粉。相较之下，普通大米里还含有一部分直链淀粉，不那么粘。而支链淀粉的结构分支众多，就像一棵树展开无数枝丫，这给了消化酶大量抓手位置，使酶可以非常快速地把淀粉分解成葡萄糖。结果就是糯米消化吸收速度极快，吃糯米后血糖急剧升高。有实验数据显示，同样是米饭，糯米饭的 GI 值高达90，而普通大米饭约为82。别小看这几分差距，对糖尿病人来说，糯米带来的血糖波动明显更剧烈。而且临床上发现，糯米引起的饭后高血糖常常降不下来，也就是说，
吃糯米不仅让血糖冲得高，还可能维持高档较久，对血糖控制极为不利。难怪糯米被冠上超级糖蛋的称号。细数我们日常爱吃的各种糯米制品，早上便利商店的饭团，传统市场的油饭，年节的粽子、年糕，甜滋滋的红豆麻薯汤圆，是不是样样中招？以传统饭团为例，外层一圈白糯米饭，再加入油条、肉松等，光糯米的部分 GI 超高，再加上油条本身油炸淀粉，简直就是双雷合璧。一颗小小饭团含的淀粉和糖分比一碗白饭还多，升糖威力冠绝早餐界。很多长辈早上爱吃饭团配豆浆，结果饭后血糖一路飙。再看节庆食物，端午节吃一颗肉粽，里外都是糯米和高油馅料，对糖友来说也是挑战。冬至或元宵来碗甜汤圆，几粒汤圆下肚，等于摄入了满满糯米粉和糖水。这些传统美食虽有文化意义，但从营养角度看，真的就是淀粉加淀粉，糖上加糖的组合。难怪营养师笑称，逢年过节糖尿病患最怕3样东西：粽子、汤圆、年糕，全躲不开糯米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说糖友从此一口糯米都不能碰，但一定要严格控制分量。面对糯米这颗升糖炸弹，唯一拆弹方法就是减量和搭配。比如真的想解馋吃粽子，可以把一颗中等大小的粽子分成2餐吃，或者选择迷你小粽子，以免一次吃下过多糯米淀粉。吃汤圆时也一样，浅尝即止，不要喝太多甜汤汤汁。也可以试着挑选加入粗粮、杂豆、坚果的糯米制品，比如有些八宝粥是糙米加红豆一起煮，相对 GI 会被稀释降低。总之，糯米既然荣登本排行榜第1名，我们就要对它保持敬畏之心。看似平平无奇的一碗糯米饭，对血糖的破坏力可能胜过吃下一块蛋糕。尤其糖尿病患者，千万别以为糯米只是淀粉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它比普通淀粉凶猛太多了。以后家人围桌吃糯米料理时，记得提醒自己，这可是比糖水还毒的第1名，一定要悠着点吃。看完这份排行榜，我们发现让血糖飙升的凶手不只是白砂糖，许多平常吃起来不甜的主食料理，如果缺乏纤维，经过高度加工或特定烹调手法，一样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血糖推向高峰。对一般人而言，偶尔一次血糖暂时升高未必感觉得到，但长期反复的高血糖冲击正悄悄损伤着血管和代谢系统。对糖尿病患者而言，这些隐形升糖地雷更是必须时刻提防。幸好我们也不是全无对策，认识了这些食物的特性后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饮食策略来降低它们的危害。主食尽量选择粗粮、杂粮，替代精白米面，增加膳食纤维可减缓升糖速度。进食顺序上先菜后饭，先吃蔬菜，蛋白质再吃淀粉，可以抑制血糖尖峰。吃高 GI 食物时，搭配蛋白质和健康油脂一起摄取，例如白吐司夹鸡蛋、生菜而不是抹果酱。油脂和蛋白质能部分拖慢糖的吸收，还有细嚼慢咽、控制分量，都是日常稳定血糖的小秘诀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血糖的管理就像在拆地雷，需要细心，也需要毅力。
那些让血糖升得又快又猛的食物，我们并非一口都不能吃，但一定要有所节制，聪明搭配。我们吃进嘴里的不仅是饱腹的食物，更是给身体的一个个信号。如果经常踩到这些升糖地雷，身体早晚会发出警报。相反地，学会避开陷阱，均衡饮食，血糖才能稳稳当当。希望今天这份排行榜能给各位提个醒，隐藏在日常饮食中的甜蜜陷阱无处不在。从现在起，让我们一起练就火眼金睛，吃得开心，吃得安心，同时也守护好自己的血糖和健康。